赛事。那这两场赛事呢，其实就是美国职棒大联盟有2支球队，一个是道奇，另外一个是教士。那他们这2支球队在3月20还有3月21的时候，他们移地到首尔的大巨蛋进行比赛。那这2场比赛呢，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因为道奇有一位当家球星叫做大谷翔平。大谷翔平应该没有人不认识他吧？他应该比美国的总统都还要有名了吧？那除了大谷翔平外，道奇还有教士近年也增加了很多新秀。那这些新秀呢，也都是一些亚洲的熟面孔。那等等我也会一一和大家来介绍。所以今天这集我要和大家说明一下大联盟为什么要有海外赛，还有他们这2场非常激烈的赛事。为什么我们大联盟需要发展海外赛呢？简单来说，它就是希望拓展各国不同的球迷。那它这个海外赛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办，它之前就曾经有办在欧洲、日本，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那因为大联盟它近期想要拓展的是亚洲市场，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嘛，最近有蛮多很有名的球星都是从亚洲来的，像大谷翔平啊、山本由伸啊、达比修有，那这些等一下我也会介绍他们。大联盟先前已经有在日本办过5次的海外例行赛了，所以他们这次选到的地方是韩国。那这边就会有人提问啊，台湾有没有机会？我自己觉得台湾真的有机会，但可能不是最近吧。我觉得可能等到台湾的球员在美国职棒大联盟可能有一个还不错的发展，还不错的成绩，那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可能美国职棒大联盟会把赛事然后移到我们台北大巨蛋来进行。那我觉得其实办这种海外赛一定是好的，像我们今天这种棒球迷，我们又不可能就是为了看一场赛事然后特别飞去美国，因为这一生中其实能够看到美国职棒大联盟这种级别的赛事，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所以他其实到各国去举办海外例行赛，是真的一定会增加各国粉丝，那一定也会拓展到各州各国的市场。所以真的非常呼吁台湾球员，拜托你们要好好加油！希望美国职棒大联盟可以来台北大巨蛋举办赛事。那大家千万不要误会，这2场赛事不是什么随便的热身赛，他们是真的大联盟例行赛，它是会算在大联盟例行赛的战绩里面的，所以是要认真打的。那这2场比赛其实也揭开了2024年大联盟例行赛的序幕。那现在我先来介绍一下洛杉矶道奇他们有哪些球星。道奇其实是今年大联盟话题最多，然后热度最高的一支球队，因为他们今年找来了超级2刀流大谷翔平。那大谷翔平为什么这么有名？他不论投或打，他的成绩都非常非常的好。他在2021年一举斩获大联盟年度最佳球员、美联年度 MVP、指定打击银棒奖、大联盟主席历史成就奖，所以他不论投或打都有非常非常优异的表现。只是比较可惜的是，他之前手臂有受伤，所以要等到2025年才有机会看到投手大谷。他现在是以打者翔平的方式，然后参与每一场赛事。那另外一个话题非常非常高的球员，就是我们日本职棒欧力士王牌投手山本由伸。那山本由伸呢，他是今年第1年加入大联盟。那他在日职的时候，除了球威好、控球优异以外，那山本的年龄也是一个他非常非常大的优势。他很年轻哦，他才25岁而已，所以他的可塑性非常非常的高。那他在日职的时候真的超厉害，他曾经拿下了日职胜投王、最高胜率，还有泽村赏、三振王、防御率王等头衔。他在日职的表现算是非常非常顶尖的一位投手。再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圣地亚哥教士的球星有哪些。第一个不用提，一定是我们日籍的王牌投手达比修有。达比修有现年已经38岁喽，他是现役大联盟日籍最年长的球员。但其实他并没有因为他的年龄可能稍长了一点，然后投球技术或球威就有下降，没有，他还是很努力的练习，他各项数据的表现真的没有明显的退化。那达比修有在大联盟其实也待了12年了，那他拿过了大联盟的胜投王、三振王，他其实算是一位家喻户晓、非常有名的日籍投手。那他在这2场正式赛之前，各国媒体其实非常关注他与大谷翔平的对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2个其实曾经都是日本国家队的选手，而且2人日职的母队都是在火腿队，甚至用的是同一个背号，都是火腿11号。所以其实在开赛前，这2个人的交锋话题性十足，那其实也让我们球迷非常非常的期待。再来，我有提到这2场海外例行赛，他们是要办在首尔。教士也有一位非常有名的韩籍球员叫金河成。金河成呢，他是2023年成为第1位赢得大联盟金手套的韩国球员，是国联金手套奖哦。那也因为这个奖项，他成为了第1位获得这奖项的亚洲内野手。金河成除了他的守备能力非常优异以外，他的打击能力其实也不容小觑，他在教士队几乎都是排在中心棒次的位置。那他这次回到了韩国进行比赛，想必韩国国民一定都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也会期待他的表现，毕竟是在 MLB 这种最高层级的运动赛事里面。那金河成在3月18号圣地亚哥教士对 LG 双子队的首尔表演赛时，
他轰出了单场双响炮，贡献4分打点，帮助教士以5-4获胜。所以自然而然，大家都会非常期待金河成在正式比赛时的表现。这边我们来带大家回顾一下这2场赛事的精华。首先是第1场例行赛，教士这边派出的先发是达比修有。在1项的时候，大谷翔平是首次对决达比修有。大谷翔平呢，他击出了一个游击方向的滚地球，透过野手选择上了1垒。但其实我觉得这是因为他好险脚程够快，所以才没有造成双杀。不然他打的那个位置应该是一个非常基本的 double play。再来在3项的时候，大谷翔平在2出局后敲出了一个右外野的平飞安打，那同时他也接着盗上了2垒。那这也是他转队后首安跟首盗。那在5项的时候啊，大谷翔平在3垒方向击了一颗滚地球。这一球不得不说，3垒手接得非常的好。因为其实如果我们从一般正常的来讲，这一球应该是由游击手来处理。但我猜可能是因为当时1垒有人，所以游击可能怕盗垒，所以他往2垒那边靠了一点。所以这一球我觉得很可惜啊，是真的有机会可以传出去的，是3垒手接太好了。那这边想提一下，我觉得整场最经典的那一颗球，竟然不是大谷翔平的，可恶！就在8局上半的时候，道奇队击出了一个1垒方向的滚地球。那其实这一球我们可以从画面上看到，非常好处理嘛，已经进到了手套。结果1垒手的手套居然发生破洞，那球是不是就穿到外野去了？大家不要看这个失误好像没什么，这一球非常的关键，因为已经8局上半了哦。这一球代表的是超前分，道奇也因此3-2领先。那在同一局，轮到大谷翔平上场打击的时候，他也击出了一个中左外野方向的一个落地安打，那道奇也5-2领先。那同时这也是他转队后首打点的出现。那整场比赛金河成很可惜3-0，他并没有任何的表现。那中场道奇是以5-2赢了教士队。再来第2场3月21的比赛，这场比赛其实也受到大家非常大的关注，原因是因为道奇推派出的先发是刚刚有提到的山本由伸。那原本我们以为啊，这场比赛会变成投手战，应该会蛮无聊的，结果居然是打击战。中场教士是以15-11气走了道奇。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场的精华。那我刚刚有提到嘛，这场是山本由伸他的大联盟首秀，但他其实在首局的时候破出了一个大乱流，他被打出了4支安打，1次4坏球，那总共失掉了5分，防御率来到了45.00，是核爆级的防御率。那我觉得他的出登板变化球其实不够犀利，那直球也不够快，就有点感觉像是在喂球给教士队的选手打。像他有一颗球直插球是他的武器球嘛，那这一球也没有掉下来，就直接被打成安打。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太紧张吧，所以才没有一个稳定的表现。因为毕竟人家这么年轻，而且这又差着出登板。那1局下半呢，大谷翔平手打席就敲出安打，那他立刻还以颜色。那2局下半，大谷翔平在2、3垒有了1人出局的时候，他击出了一个高飞牺牲打，再添加了1分。其实这一球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大谷翔平的臂力是有多大，你们不觉得这球坏球被他打得很远吗？直接就在警戒区那边被接杀，其实真的很可惜。那在7局下半也是，松井裕树对决大谷翔平，我觉得这一球其实也打得很远，他已经打在 warning track， 就是警戒区那边了。那这一场比赛，我觉得最精彩的一球就是在9局上半的时候 ，Manny Machado 他在9局上半扛出了1分超级关键的3分炮。那一分很关键的原因是因为原本教士跟道奇的比数是12-11，那刚刚有提到已经是9局上半喽，那这一发3分炮直接帮教士队灌进了3分，所以最终中场以15-11，教士击败了道奇。那大谷翔平呢，在这场比赛是5打数1安打，然后以高飞牺牲打的方式赚回1分打点。其实虽然他这场比赛表现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我觉得有2、3球都是在警戒区的部分，就整个打击内容上来看，我觉得是还不错的。他这接杀的这几球其实也算是很扎实，然后飞得很远。那至于金河成在这场比赛中，其实也还是没有什么太突出的表现，有点闷啦。但球季才刚开始，给他一点时间啦。有点可惜，没有办法在自家的家乡能够有好表现。那这场比赛呢，2队的安打数加起来总共是33支安打，打了26分。哇，富邦悍将大概2个礼拜差不多这个分数。那最后还是其实很开心，就是看到大联盟愿意举办这种海外赛，然后让我们就是亚洲球迷也比较有感觉啦。所以真的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够办台北大巨蛋，我一定第一个冲去买票，然后再留言抽奖给你。这样他比赛看下来，虽然道奇输了1场。但我觉得道奇今年还是真的非常有机会得冠，不是非常有机会。他们如果没有得冠，就表示他们是输的，因为他们真的花了蛮多的资金，然后再补强球员。而且道奇这2场比赛总共加起来得了16分，那打击火力其实大家也有目共睹，他们1到9棒其实都非常的强。那投手其实每个实力也都很强。那我有看到就是网友有一些在讲说啊，山本由伸其实没有这么好啦，山本由伸蛮烂。其实我觉得山本由伸毕竟年纪轻，然后再加上这也是他大联盟第1次
士的出征版，然后又拿到了一个这么大份的合约，又有这么多人在关注他，我觉得他会紧张，这一定是难免的。所以我们再给他一点时间。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小铃铛。那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对于这2场赛事的看法。如果喜欢大谷翔平的，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说，让我知道一下我的情敌是谁，我就要去封锁你那一支账号。啊，没有啊，开个玩笑。但我真的非常喜欢大谷翔平还有道奇这支球队，所以未来的影片中应该也会看到蛮多关于我可能在聊大谷翔平或是聊道奇这支球队。那我们就到这边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